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未来这周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事件就是美国大选，没有之一。用世纪之战来描述这一次美国大选，都可能低估了它。这次大选不仅会决定美国未来的走向，同时也将决定世界未来的走向。到目前为止，这次大选出现的神奇时刻，素材已经够拍几部大片了。民主党这边从全世界对拜登智力的猜谜游戏，到党内权贵以闪电的方式绕过自身民主机制，临阵换帅，过程中跌宕起伏，细细品味，实在奇妙。而共和党这边，川普跟头把式的从一个法庭翻过又一个法庭，刚站稳准备专心竞选，迎接他的却是2次夺命刺杀，其中一次用最准确的方式向世界阐述了和死神擦肩而过这个说法的意思。大选前各种民调满天飞，大多数民调的结果都显示川普和哈里斯的选情处于焦灼状态。同时，根据目前博彩市场的评估，只有20%的可能性，美国的主流媒体会在11月5日大选之夜宣布美国总统选举的获胜者，也就是有高达80%的可能性，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2020年一样，在选举结束后的数日才能被宣布。这种不确定性在投票前让更多的人坐立不安。根据一项由美联社和 NOC 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高达69%的美国成年人对这次大选感到焦虑和沮丧。这场高风险的选举引发了不少家庭和朋友间的潜在冲突。调查显示，大约48%的 Z 代选民，也就是目前小于30岁的选民，表示他们曾对亲近的人隐瞒过自己的投票选择。这种内心的挣扎也让他们倍感压力。好几次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人看恐怖片被吓得尖声大叫，还是乐此不疲的去看呢？我本人不懂神经或心理学，但是我猜在很多人的大脑中，感受焦虑、恐怖的部分可能和引发兴奋刺激的情绪的部分是关联的。因此，焦虑的情绪往往会引发一些人刺激和兴奋的感觉。在美国人对这次大选的感觉上，似乎也能体现出这一点。虽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对这次大选感到焦虑，但根据上面的统计调查，同时有36%的受访人说，这次美国大选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兴奋感。同时有7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这次竞选活动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美国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是靠商业运作来推动的。在媒体和社交平台发布政治广告，租用选举团队的成员，对选情进行数据分析评估，组建律师团队来最大化自身的法律保护等等，这都需要花钱来实现。这次选举的巨大影响力引发了美国社会空前的兴趣点和参与度，其直接结果是这次美国大选投入的资金规模也是空前的大。截止10月30日，各种政治派别在这轮选举中已经花了惊人的147亿美元。虽然钱对美国选举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我们在中国被教育的那样，钱在美国选举中其实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就拿这次美国大选来说，如果单单是从支持竞选双方的资金数量来看，川普和共和党这边早就应该洗睡了。目前10个最大的竞选资金团体一共掌握了近41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其中7大财团是支持哈里斯和民主党的，他们掌握的资金高达31亿美元，而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只有3个，他们只掌握了约10亿美元的资金，连对手的1/3都不到。在双方资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双方的选情却处于如此焦灼的状态，这其实是真实体现了钱在美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钱很重要，但不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面对的事件影响越大，人就越希望能有一个预见未来的水晶球。历史上各个媒体和研究机构的民意调查通常被看作是美国大选结果的水晶球，但是自从2016年川普出现在美国政坛后，这些传统民调就开始失效了。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对决川普，在选举前，多数美国民调显示希拉里赢得美国总统的概率
高达98%，稳超胜券。但是那次选举的结果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民调居然出现了5个百分点的惊人误差，特别是在美国几个关键摇摆州的巨大误差，直接导致希拉里输掉了选举人票数，最后没当上美国总统。2016年大选后，各大民调机构不得不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方法调整，决定在2020年的大选中重新赢得大众对他们的信任。2020年大选前，多个民调再次显示拜登大比例领先川普。结果大家都知道，2020年虽然拜登最终是入主了白宫，但是选举的实质结果却从数字上再次打脸各大民调选前的结果。对比2016年的情况，一些民调不但没有改进，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居然出现了7个百分点的惊人误差。最终拜登能赢得2020年的总统大选，完全是由几个摇摆州的个别大城市的投票结果决定的。2020年大选结束后，不但美国和世界民众把这些民调当玩笑了，据说各大民调机构自己内部也把自己搞神经了，开始全面怀疑自我了。时间快速推进，面对2024年的大选，美国各大民调机构都意识到，这已经是自己的生死存亡之战了。在 X 平台上，有人说，目前民调显示的焦灼选情结果，也是这些民调机构惶恐不安的自我保护的结果。有人爆料说，因为前2次大选民调和现实的差别都是偏向民主党的大比例误差，而至今这些民调机构都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因此，如果一些民调出现民主党大比例领先的结果，他们会在内部把民调结果做些调整，这才敢公布出来。这样的调整结果就直接造成了目前民调选情焦灼的结果。总之，面对这样的民调结果，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的人都不相信了。支持共和党的人认为这个结果一定还是大比例偏向民主党候选人，而支持民主党的人认为，可能一些选举机构在怕再次出丑的情况下，有些矫枉过正了。在美国民调失去公信力的情况下，人类对能看到未来的水晶球的需求会自然在别的领域寻求替代品。最近很多人关注焦点聚焦到了一个叫 Polymarket 的网上博彩市场，开始关注这个博彩市场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竞标结果。首先我们简单科普一下Polymarket 的基本概念，因为理解这个概念对我们下面的分析非常关键。说白了 Polymarket 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大的网上赌场，但是人们在这个赌场不是赌扔出的骰子的点数，而是赌自己对未来某个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测。这些事件包括政治、经济、体育等各个领域的热点话题。Polymarket 没有庄家和老板，所有的投注都是利用区块链技术自动进行的，没有中间人干预，交易过程透明。基本操作过程是，用户用人类正常的钱买一种叫美元币的加密货币，这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价值比较稳定的加密货币，然后把自己买来的美元币存在自己在 Polymarket 的平台上的一个自己的加密货币的钱包中，然后就可以对各种国际事件的未来结果下注进行赌博了。我们这里拿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在 Polymarket 上你会看到这样的问题：谁将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个问题下面会列出候选人，这里当然是川普和哈里斯2个人，然后在每个人的旁边都会出现一个数字，比如说川普旁边的数字是 58.7%， 哈里斯旁边的数字是相应的 41.3%。 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代表当前市场认为每个候选人获胜的概率。如果你认为川普赢得总统的概率超过 58.7%， 那么你就会去花 0.587 美元一份去买入多份川普获胜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哈里斯赢得总统的概率超过 41.3%， 那么这些人就会花 0.413 美元一份去买入多份哈里斯获胜的结果。如果美国大选最终的结果真的是川普赢了，那么花 0.587 美元买入的人，买入的每份都会从 0.587 元变成1美元，而买入哈里斯获胜的人就会损失所有投入的 0.413 美元。相反，如果哈里斯最终获胜，投注川普赢的人会
会血本无归，而投注哈里斯赢的人每份都会由0.413美元赚到1美元。同时，在某个时刻，如果买入川普获胜的份额数量远超过买入哈里斯获胜的份额数量，那么川普获胜的概率值就可能从当前的58.7%上升到比如59%，相应的哈里斯的概率就会下降到41%。反之，如果买入哈里斯份额数量超过买入川普获胜的份额数，那么川普获胜的概率值就会显示从当前的58.7%下降到比如58%，相应的哈里斯的概率就会上升到比如42%。也就是说，买方投注两边数量的差异会推动这个概率向两个方向移动。因此，有人认为 Polymarket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更真实、更认真、更实时的对美国大选的民意调查。首先，全球成千上万的人通过 Polymarket 参与这个预测活动，因此 Polymarket 的结果是汇集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体的智慧，这往往比单一的专家预测更准确。而且在 Polymarket 上的每一次投注，用户都得用真金白银来压注自己认为谁会在大选中赢得总统的概率。人们会更认真地研究和预测，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在民调中随口一说。因此，这个机制会激励人们比参加民调更加真实的回应。而且，因为人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在 Polymarket 上交易，因此 Polymarket 的结果会随着突发新闻事件而实时变化，因此它的结果比民调更能实时反映大家对选举结果的即时看法。哈里斯在7月21日正式宣布代替拜登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后，随后的2个来月中， Polymarket 上显示的川普和哈里斯获胜的概率基本是平分秋色。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从10月初开始，川普获胜的概率开始一路飙升，在高点时，川普获胜的概率居然超过63%，相应的哈里斯获胜的概率居然不到38%。这样的结果让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振奋，同时让支持哈里斯的人非常沮丧。随后有媒体开始指出，用 Polymarket 做选举民意测试的一个潜在问题：通常的民意调查，一个被调查的人只能表达一次观点，但是 Polymarket 的结果是根据两边的购买份额定的，而不是根据两边购买的人数定的。因此，个别买很多份额的大买主就可能影响 Polymarket 的整体结果。因此，有支持哈里斯的人开始猜测，川普在 Polymarket 上取胜概率的飙升，背后可能是支持川普的大金主在操作市场，以此达到影响民意的作用。倾向于支持哈里斯的《华尔街日报》新闻版在10月18日刊登了一篇分析文章，标题是3000万美元的神秘亲川普赌注推动了热门预测市场的发展。文章说，通过《华尔街日报》的调查，他们发现从10月初开始的这轮把川普取胜概率推高的操作，背后有4个神秘账户，合计投入了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占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下注总额的1%。文章进一步说，根据专家的分析，很有可能这4个账户背后其实是一伙人，或者说是一个实体在背后运作。文章进一步说，对这4个账户进一步跟踪后，他们发现这些账户的资金都来自同一个叫 Kraken 的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而且这些账户都是从6月到10月份陆续创建的。因此，这说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行动。文章进一步暗示，这可能是精心策划的影响美国大选的活动，目的是为川普制造社交媒体热度。虽然很多人当时没有在意《华尔街日报》的这篇调查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却悄无声息中给川普阵营设下了一个陷阱。为什么？虽然 Polymarket 是在美国运行的一个平台，但是 Polymarket 却不允许美国人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因为在2022年1月 Polymarket 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在那个协议中 Polymarket 承诺会逐步停止
让美国人在他的平台上交易。尽管如此，美国的用户依然可以利用特殊技术使用这个平台。有数据显示，平台上目前大约有 25% 的交易是来自美国的。但是如果这样交易一经被 Polymarket 发现，就可能被曝光，并可能实施制裁。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表示， Polymarket 目前已经介入了对这些大手笔买入川普获胜结果的这个调查，暗示这样的调查可能会揭示这是川普阵营暗箱操作的结果。随后我一直留意媒体对 Polymarket 的调查结果的跟踪报道，直到11月1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独家报道，揭示了这个故事的后续。在华尔街日报10月18日的文章发表后，一个来自巴黎的叫特奥的男子主动给华尔街日报相关编辑发邮件联系，说他就是他们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大量买入川普赢的 Polymarket 平台的人。华尔街日报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这个人，后来在特奥多次努力联系之下，华尔街日报要求特奥证明自己真的能够在 Polymarket 平台上用那4个账号之一进行交易。日报提出的测试方法是要求他下注赌美国歌手斯威夫特会在2024年宣布怀孕。这是目前在 Polymarket 平台上运行的众多小型非政治赌注话题之一。几分钟后， Polymarket 的网站居然显示华尔街日报跟踪的那4个大量买川普赢的账号之一就对斯威夫特怀孕的话题下了一个小赌注。因此华尔街日报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叫特奥的法国男子。随后华尔街日报的人和这个叫特奥的男子安排了一次网络视频通话。在视频中，特奥穿着一件灰色的耐克毛衣，留着短而整齐的胡须，他的英语略带口音。特奥介绍自己是一名曾在美国生活过并为银行工作的法国交易员，目前住在巴黎。特奥提到 Polymarket 的法律团队和他接触过，并对他进行了调查。特奥表示不希望向外界分享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朋友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他也不希望他们知道他对川普获胜的赌注。特奥联系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目的是想澄清，他就是一个单纯想赚钱的投资人，他绝对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特奥对他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愿意在大概率交易中冒数千万美元的风险的资深金融投资者。同时在政治领域下注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他之所以大量买入川普获胜，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美国民调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美国民调严重低估了川普的支持率。根据他的评估，川普赢得选举的概率应该在 80% 到 90% 之间。因此他从8月份就开始悄悄用一个账号投注了数百万美元在川普身上。后来他发现开始有人在关注他这个账号了，为了引人耳目，他陆续建立了另外3个账号来继续投注到川普身上。直到10月初，川普获胜概率在 Polymarket 上大量提升后，他的行动开始被媒体广泛关注了。特奥表示，目前他投注到川普身上的3000万美元已经是他流动资产的绝大部分了。特奥表示，他虽然对川普获胜充满了信心，但他也承认目前他非常紧张，因为任何最后时刻的意外都可能让他血本无归。因此我们可以猜到，对美国总统大选最揪心的人之一可能目前就住在巴黎。我们一般人真的非常难理解特奥这样的人他们的这种赌徒心理。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后续报道至少是澄清了他在此前文章中暗示的川普阵营背后操纵 Polymarket 平台的那个疑问。在过去几天中， Polymarket 平台上川普的获胜概率有所下降，但截止我做节目时，川普的取胜概率依然显示远超哈里斯数个百分点。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这2篇相关报道也是给一些人用 Polymarket 的结论做大选水晶球的这个想法打出了一个逻辑裂缝。目前大选民调我们前面分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的人都持怀疑态度。
就是有相信的人，也很难从焦灼的民意调查结果中推测出大选结果。那些想用 Polymarket 的数据预测大选结果的做法，我们前面也分析了，其逻辑有漏洞。当然，想预测大选结果的人不会因此而死心，在社交媒体或传统媒体上，依然有人在用各种其他的奇特方式进行预测。有人用美国债券市场的变化来预测大选结果，也有人用美国股票市场的变化来预测大选结果。连《华尔街日报》这样的美国传统媒体天花板，居然都对这样的各种奇特预测一一发表文章进行报道。可想而知，在大选前，这是一个多么博眼球、吸引点击量的话题。不幸的是，用美国债券市场的情况预测的结论是川普赢，但是用美国股票市场情况预测的结论是哈里斯赢，再次把我们这一众吃瓜群众给整糊涂了。也有同事在大选前私下问我对这次大选结果的预测。大家知道我一贯不敢做预测，如果一定要让我对这次大选说点什么，我只能说这一次的结果和2020年相比，更可能是美国人自己真正的选择。首先，这次大选的很多民调结果相当于是投了弃权票，这和过去2次大选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次，这次大选中，美国几大社交平台，例如 X、脸书、油管等，他们的状态也和2020年大选是非常不一样。虽然他们在各自具体的执行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作用在一起所起的综合效果，应该也是比2020年中立了很多。例如 X 平台的拥有人马斯克已经成为川普最大的支持者之一，而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也公开表示，这次他的社交平台应该坚守中立，这和他在2020年的态度也是天壤之别。谷歌这次虽然还有迹象在用搜索结果偏向哈里斯阵营，但和2020年相比，还是表面上显得中立了许多。前些日子，明确支持哈里斯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油管上保守派意见领袖的文章。文章声称，油管保留这些频道，相当于允许这些右翼账户和频道破坏2024年选举结果。文章目的是向谷歌和油管施压，要他们删除包括著名右翼主持人 Carson 在内的30个保守派意见领袖的油管节目频道。对此，油管的回应竟然是：公开辩论政治思想，即使是那些有争议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尤其是在当前的选举季节。和2020年的情况相比，油管能有这样的回应，真的让人耳目一新。第三，更多的传统媒体至少在官方层面表态，说他们不会在这次大选中公开官方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例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这些在2020年明确宣布支持拜登的媒体，今年都高调宣布不再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洛杉矶时报的老板黄新祥表示，他们选择这样做是希望减少美国的分歧。华盛顿邮报这是36年来首次不明确支持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主要原因是他的所有人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逼他们这样做的。贝索斯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表示他此前从来没有干涉过华盛顿邮报的内容，但在他看到美国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在美国人心目中不断下跌后，他知道他必须出来要求他的媒体停止支持某个候选人。当然，这些媒体从内容上依然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表面上《华尔街日报》自从胡佛总统以来就没有公开支持过任何总统候选人，但是他新闻版的内容，明眼人还是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新闻编辑团队是反川普的。这还是口碑比较中立的《华尔街日报》。一直坚持走左派路线的媒体，如《华盛顿邮报》，那些媒体文章反川普的成分就更加明显和赤裸裸了。但这些媒体官方层面能表示不支持任何候选人，这在美国社会目前的大环境下，已经是能够期待的最中立的状态了。
那么第四，在选举的法律层面，过去4年，美国各党派在各层面也是尽全力修补自己认为的司法漏洞，而且共和党这次花大价钱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快速回应法律团队，希望以此规避2020年很多有争议事件的重演。从目前选举前期的一些法律事件看，共和党的这个司法团队有效且及时地回应了多个有司法争议的事件，整体还是非常给力的。基于上述这4个层面，我感觉大媒体、技术平台、财阀和地方官员对这次选举结果的直接影响和2020年比应该会少很多，也就是这次大选结果应该能反映美国人自己对未来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历史要求美国人将来承受他们选择的后果，那也是公平的。常看我节目的朋友知道，我这个人相信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因此在一些大事件前，我也会静下来去品味一下上天可能的意志。回看过去4年川普经历的种种艰难，包括被告的几乎倾家荡产，包括险些被一枪毙命等等，然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川普这次再被安排败选，那么过去4年上天安排他的这些曲曲折折又有何意义呢？和一些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人接触中，我发现大家对川普的态度极度两极分化，一些人极度支持川普，而另一些人极度反感川普。一些台湾朋友反感川普的原因之一是他张口闭口都是钱，川普还说台湾应该给美国交保护费。我发现网上对此的回应挺有意思。中国人有句话说，能用钱摆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台湾要真可以通过付钱从美国那里买到国家安全，那不太好了吗？那不是去掉了台湾安全上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吗？如果川普真想把保护别的国家变成一个国际保险生意，对台湾绝对是个好事。如果川普想让美国做保险公司的生意，在全世界招揽客户收保护费，那台湾就不用担心美国会不讲道义和信誉，因为那会砸了美国自己的生意招牌。这不但会让川普的保险生意做不下去，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因为美国的无信誉而受影响的。所以说呀，生意人永远比政客好打交道。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